所谓坚不可摧，并非意味着远离痛苦，而是即便身处困境，也依然敞开心扉，等待爱的奇迹，相信恩典不会缺席。光影二三事，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，我是阿月，每天为您带来最温暖的电影故事，一起来看坚不可摧的男孩。故事开始前，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，让阿月的声音陪伴你每一个晚上。如今光影二三事已经启用了热推功能，通过台湾朋友们的点击支持，可以帮阿月实现影片的更广泛曝光。具体操作步骤在说明栏中有详细说明，这将有助于我结识更多的观众朋友。阿月在此先行谢过，真诚希望在台湾的您能帮我尝试一下。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支持。13岁的奥斯汀患有成骨不全症，这是一种先天性骨骼疾病。在这些年的成长过程里，他几乎摔断过全身上下的骨头。而奥斯汀还患有自闭症，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，自闭症儿童拒绝与外界沟通，但他不同，他不仅不抗拒交流，相反的，他格外喜欢和人说话，并且是那种一说起话就停不下来的性格。今天是新年夜，奥斯汀和弟弟洛根跟随父亲斯科特去社区派对上庆祝，可他正准备找人继续喋喋不休分享家里的故事，父亲就不顾罪意嚷着要开车回去。而奥斯汀的出现还要从13年前一条绿色的卡其裤说起。斯科特当时在服装店看上了这条裤子，但在下一秒，收银台处特蕾莎那双浅淡的蓝色眼眸便在瞬间捕获了他的心神。于是在斯科特的猛烈追求下，两人感情迅速升温。尽管都还不了解彼此的姓名，但他们之间格外的投缘。两人一起在湖边散步，分享以后的人生规划。斯科特打算5年后就辞去医药代表，去曼哈顿发展，成为一名广告设计师。而当耳边又一次响起斯科特对自己眼睛的夸赞时，特蕾莎不得不告诉他，自己的蓝眼睛其实是一种基因缺陷。可当时的斯科特还不了解这种基因缺陷究竟意味着什么，他只以为这是一种美丽的缺陷，便情不自禁吻上了特蕾莎。但在这天分别以后，两人没能迎来第4次约会，因为特蕾莎怀孕了。收到消息的斯科特第一反应就是茫然不知所措，他可以向老友阿乔保证自己绝对喜欢特蕾莎，可他根本没做好当爸爸的准备，因为他还有很多事没做，还有梦想要去追逐。斯科特本想辞职回学校继续深造，但这个孩子的出现打乱了他所有的人生规划。斯科特在阿乔的陪伴下借酒浇愁，而事实上这个阿乔是他凭空想象出来的人物，就像搏击俱乐部里的泰勒一样，他们都有一个幻想中的朋友来分享心中的喜怒哀乐。斯科特回到家后，迎接他的是母亲丽莎劈头盖脸的一顿痛骂。丽莎不明白，没有做好结婚的打算，这个儿子是怎么敢让伴侣怀孕的？但木已成舟，父亲还是希望斯科特能承担起一个男人该承担的责任。于是3个月后，特蕾莎搬进了斯科特租住的公寓。眼见肚子在一天天变大，她知道有些事情不能再瞒下去了，便主动向斯科特坦白隐藏在自己这双蓝眼睛背后的真相。原来特蕾莎患有成骨不全症，尽管属于症状较轻的1型，但这是一种基因病，肚子里的孩子极有可能遗传。可特蕾莎的担忧还没说完，斯科特便赶忙阻止了她。他不想让爱人这么忧心，既然已决定相伴一生，那么无论前方有多少艰难险阻，他都会与特蕾莎一起面对。几个月后，奥斯汀出生了。怀抱着柔软的新生命，斯科特突然发现以前对未来的担忧都太过多余，他只想给这孩子自己能给的所有东西。但此时还没人知道，奥斯汀遗传了成骨不全症。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，他的肋骨就因手术器械被弄断了2根。可奥斯汀不会说话，他只会哭闹。于是斯科特2人的噩梦就此开始了。回到家的奥斯汀没日没夜都在大哭，他们被搅得近乎神经衰弱。好在几个月后，肋骨自然愈合了。停止了哭闹的奥斯汀会安静窝在特蕾莎怀里，听她哼起斯科特写的摇篮曲。等到奥斯汀会走路，这天特蕾莎有事出门，便把他交给留在家中的斯科特照看。特蕾莎临出门前千叮咛万嘱咐，
要斯科特看好孩子，但意外还是发生了。正在斯科特埋头办公时，爬上桌子的奥斯汀突然摔了下来，而他这一摔便摔断了骨头。可那只是一个离地高度不足10厘米的小桌子。闻讯赶来医院的特蕾莎心中顿时有了一个不好的猜想，结果如他所料，经过检查，奥斯汀被确诊为成骨不全症。于是从这天起，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被海绵包裹起来，特蕾莎将它视作眼睛一般爱护。可即便如此，奥斯汀也还是会因为斯科特的一个不留神摔断骨头，成为医院的常客。孩子在一天天长大，斯科特开始考虑结婚这件事，可他突然发现特蕾莎竟有过2段婚姻。斯科特为此是又惊又怒，结没结过婚他并不在乎，他生气的是为什么特蕾莎要隐瞒？孩子都已经这么大了，难道自己还不值得信任吗？而特蕾莎只是不知该如何向他开口，是说自己离过2次婚，还是说骨头是粉笔做的？在喜欢的人面前坦诚自己的缺点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可到了晚上，看着特蕾莎哄奥斯汀睡觉的温柔模样，斯科特内心的愤怒又消散得一干二净。老婆孩子都在身边，这样美好的日子不正是他一直所渴求的吗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经营好当下才是最重要的选择。于是斯科特再也等不下去了，他要给出自己的承诺，要给特蕾莎一个真正的家。尽管眼下时机看起来并不成熟，大家穿得随性又简单，特蕾莎手里还提着垃圾袋，但斯科特还是提出了求婚。最终2人在牧师的见证下正式结为相伴一生的夫妻。婚礼上，斯科特毫不掩饰地向特蕾莎表达爱意，而特蕾莎最钟情的恰恰就是斯科特的这份真挚。他从不觉得说那些情话会显得傻气，他总是毫无保留地将内心的爱传递给自己。这份赤诚让特蕾莎深深感动，也让她坚信自己找到了可以托付一生的人。日子在慢慢流淌，斯科特也终于能凭借售卖医疗器械攒下的钱，买下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。而搬进新家不久后，特蕾莎生下了第2个孩子，奥斯汀的弟弟洛根。幸运的是，洛根是个健康的孩子，但斯科特还没来得及松口气，他又发现长大的奥斯汀似乎和其他孩子有些不一样。奥斯汀会反复数数，这期间谁也不能打断他的行为。闲暇时，斯科特带他出去放风筝，奥斯汀又会盯着风筝，陷入自己的幻想世界里，喃喃自语个不停。一旦斯科特想和他聊几句，奥斯汀就会突然崩溃，坐在地上大喊大叫。斯科特感到一股深深的挫败，他不明白儿子到底在做什么，不明白他为什么总是拒绝自己的靠近。在斯科特的坚持下，他们带奥斯汀去做了检查，结果奥斯汀被确诊为自闭症。他的喋喋不休，他近乎疯狂的偏执，在这一瞬间找到了答案。斯科特为此愧疚不已，觉得自己先前不该对奥斯汀感到失望，但他与此同时不由悄悄松了口气。原来孩子不是不喜欢自己，这一切都只因他生了病。医生开了些治疗强迫症的药物，就让他们回了家。转眼间就到了奥斯汀5岁生日这天，距离斯科特当年的规划也过去了整整5年。可这些年里，他从未去过曼哈顿，也没能成为一名广告设计师，他还是一个医药代表，为了全家人的生计，在各大医院中穿梭。而在之后的岁月里，斯科特也依旧重复着和过去每一天都别无二致的新一天。生活中唯一的波澜，或许就只有奥斯汀在因骨折而不断的住院。漫长的暑假终于结束，如今的奥斯汀已是一名8年级的学生，而在这短短13年里，他的骨折次数高达31次。可奥斯汀从未因此而低头，他还是喋喋不休，还是在以常人难以理解的热情去拥抱生活的每一天。奥斯汀戴着那顶最爱的小丑帽，冲进教学楼，向每一位阔别已久的同学献上最真挚的问候。而弟弟洛根也到了上初中的年纪，今天是开学第1天，他答应父亲会在学校里保护好奥斯汀。随后洛根便察觉到哥哥新交到的好友泰勒对哥哥并不友善，因为泰勒嘴上说他们是朋友，却总是以一种戏谑的方式逗弄奥斯汀。偏偏奥斯汀似乎还无法感知到那股恶意，洛根便替哥哥向泰勒求情，
解释他有自闭症，恳求大家别去欺负他。可泰勒闻言却露出了一个无所谓的神情。因此洛根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在担心哥哥之后的校园生活。可他在这边发愁，那边的奥斯汀又兴致勃勃缠上了斯科特二人，尽情发挥他天马行空的想象，从新朋友说到武打明星，吵得两人脑袋直发昏。斯科特只得停下手中的活计，带奥斯汀出去荡秋千，暂时分散下他无处安放的精力。然而斯科特只是分神了那么一瞬间，奥斯汀便从秋千上摔了下来。看着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儿子，斯科特顿时心痛不已。他哆嗦着双手将儿子送往医院抢救。等待奥斯汀苏醒的期间，特蕾莎则来到教堂祷告。奥斯汀已经遭受了太多的苦难，他只希望神能多多保佑这个可怜的孩子。特蕾莎同时也不理解，为什么每次孩子到了斯科特的手里，就总是会出现意外。13年来，几乎每一次骨折，他都脱不了干系。面对妻子的质问，斯科特满心痛苦与自责，却又无力去反驳。他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，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叩问着自己：难道我真是一个糟糕的父亲吗？难道我真的不配照顾好孩子吗？可就在特蕾莎与斯科特为了这件事闹不愉快时，上半身打满石膏的奥斯汀却重新燃起了往日的活力。出院那天，他甚至还在胸前画了一个蝙蝠侠的标志，仿佛全然忘了自己正身处伤痛之中。奥斯汀的笑容感染了身边的每一个人，就连特蕾莎与斯科特也放下矛盾，恢复了往日的恩爱。但随着奥斯汀的年岁渐长，照看他也越来越耗费精力，而斯科特又忙于工作，这一大家子的事物便都落在了特蕾莎身上。奥斯汀问不完的问题与那做不完的家务都让他劳累不堪。因此当斯科特又一次要出差时，特蕾莎终于忍不住了。她认为丈夫是在借着工作逃避带孩子的职责，可争执又有什么用呢？眼见快要赶不上航班，斯科特来不及安抚妻子情绪，便匆匆冲出了家门。特蕾莎其实也想出去潇洒，想去滑雪，去跳伞，但她的骨头太过脆弱，留给她唯一的娱乐活动就只有在做完家务后点开音乐，跟随旋律，毫无章法地扭动几下身体。可最近家中的财政又出现了问题，看着因治疗奥斯汀而高达几万美元的账单，特蕾莎不由长叹一口气。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在这急需用钱的关头，斯科特又突然遭到公司解雇。看着丈夫鬓角花白的头发，特蕾莎不想在这个关头继续为他施加压力，便暂时瞒下了家里目前的状况。毕竟斯科特说他能拿到3个月的遣散费，勒紧裤腰带，靠着这笔钱过日子，应该也能撑过去吧。而失业对于大人来说是个不幸的消息，可对奥斯汀这样的小孩子来说，却是他最值得高兴的事，因为父亲可以一整天都在家里陪伴着自己。奥斯汀甚至还希望母亲也别去上班了，但他就像个小苍蝇似的，整日围在斯科特耳边嗡嗡，缠着他一会儿要做这个，一会儿又要干那个。斯科特一天忙下来，惊觉带孩子竟比上班还累，于是他便在一个夜晚和妻子共同躲进了衣柜里，只为暂时逃避儿子，享受这来之不易的片刻宁静。次日，学校举行篮球比赛，开场前，奥斯汀作为队里的吉祥物，需要换上老虎玩偶套，和啦啦队一起上台为球队助阵。可看着台下喧闹的人群，奥斯汀感到一阵没由来的悲伤。他突然觉得大家其实都不喜欢自己，便不顾众人惊讶的目光，直接坐回观众席。听着台下的嘘声，斯科特生怕大家会对儿子有意见，便也顾不上什么形象，赶忙拿过老虎头套，在台上蹩脚地舞动起来。多亏了他的带领，奥斯汀又主动重新回到了台上，最终在掌声中，父子俩度过有趣的一天。但斯科特晚上回家扔垃圾时，发现家门口的垃圾桶消失不见了。面对他的询问，特蕾莎便知道不能再瞒下去了，于是他拿出那张欠款高达7万美元的账单，坦诚了家里的经济危机。斯科特顿时火冒三丈，他开始责怪特蕾莎对奥斯汀的溺爱，数落他浪费存款，只是因为奥斯汀想要，便毫无节制地给他买了一堆没用的星球大战周边。但事实上，斯科特也有许多不必要的开销，最终夫妇俩谁也没说服谁，却因还不上欠款，
被迫卖掉带有花园的独栋，住进又老又破的小屋中。奥斯汀对于环境的骤然变化没感到任何不适，只要爸爸妈妈和弟弟陪在身边，无论身处哪里，哪里都是他最亲爱的家。可相较于奥斯汀的不谙世事，斯科特的心情却是无比沉重。如今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，但自己离年少时立下的雄心壮志越来越远不说，还突然中年返贫，背上一身的债务。他满心愁绪无处发泄，最终沉迷上了酒精，天天喝得酩酊大醉，在浑浑噩噩中度日。这期间特蕾莎劝过也骂过，为了让斯科特戒酒，他甚至忍痛倒掉家中收藏的名酒。可斯科特还是那副萎靡的模样，每天都带着满身酒气入睡。而感恩节假期一结束，奥斯汀便迫不及待返回学校，和他遇见的每一个同学热络地打着招呼。奥斯汀其实没做错什么，可泰勒就是不肯放过他。泰勒故意说出一段经典影视对白，引得奥斯汀失去控制，在课堂上不断背诵接下来的台词，助教便只好暂时将他请出班级。而介于奥斯汀平日里的表现，老师要求特蕾莎将他送去特殊学校，这样一来对大家都公平。可奥斯汀不愿意，他喜欢班里的每一个人，他也一直都在用心与大家交朋友，凭什么他要离开呢？终于奥斯汀爆发了，他在餐桌上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，又是砸伤特蕾莎，又是死死掐住弟弟的咽喉。要不是斯科特及时反应过来，奥斯汀差点酿成了大祸。这一次斯科特夫妇不得不将儿子送去专业的治疗机构观察几天，以做精神评估。唯一的好消息是，奥斯汀不是无缘无故突然发了病，是以前的医院开错了药，导致他这些年来压力一直过大。只要在机构里接受一段治疗，奥斯汀的情况也许能变得更好一些。可照顾一个身体脆弱，同时心里又存在问题的孩子，几乎让特蕾莎精神达到崩溃的边缘。在开车回去的路上，他不断回想这些年里与奥斯汀相处的点点滴滴。他是那么爱奥斯汀，恨不得将一切都捧给他，但为何属于奥斯汀的命运充满了如此多的坎坷呢？沉浸在悲伤中的特蕾莎甚至已经忘记了自己在开车，为此还差点出了事。漫长的4天过去后，特蕾莎与丈夫去机构看望奥斯汀，结果被医生告知奥斯汀表现良好，今天就可以回家了。而他那过分的热情也使得这里的每一个孩子都很喜欢他。是啊，奥斯汀就像个小太阳，无论身处何处都在倾尽全力地发光发热。他的笑容纯真灿烂，他的话语真挚热情，不断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。这样一个善良的孩子，特蕾莎又怎么舍得送他去特殊学校呢？而他们将奥斯汀接回家后，他又开始了滔滔不绝的演讲。可这一次，特蕾莎只觉这声音格外的亲切。在奥斯汀的央求下，斯科特答应陪他去参加2个月后的父子露营活动。而在此之前举行的新年夜派对，奥斯汀也吵嚷着参加。可特蕾莎扭伤了脚踝，无法同行，她只好拜托丈夫11点前带孩子们回家，因为她还是想和家人一起跨年。然而斯科特在派对上喝了太多酒，玩过了头。等他注意到时间时，发现距离0点也不剩几分钟了。想起家中妻子此刻失望的面孔，斯科特突然觉得人生好失败，他就是个糟糕的丈夫，不称职的父亲。孩子在手里总出事，答应妻子的一件小事也办不到，这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斯科特不顾已经醉醺醺的状态，在众人的新年倒计时中执意拉上2个孩子，开车回了家。再之后他就完全失去了意识。而第2天叫醒他的是特蕾莎的一盆凉水。斯科特顿感不妙，他抬头向外看去，发现昨晚自己竟将车开到了家门口的树上。所幸2个孩子毫发无伤，但伤透心的特蕾莎已经不允许他再接触孩子们了。自从失业以后，特蕾莎想尽了各种办法，但就是喊不醒斯科特。他的眼里根本没有这个家，昨晚甚至罔顾孩子安危，带着他们酒驾。所以特蕾莎不想再白费功夫了，她要求斯科特立即滚出这栋房子，从此以后不准再靠近家门半步。离开家后的斯科特看着浩渺天地，一时也失去了方向。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去哪里，不知道该如何做才能回到曾经。
走投无路的他回到了父母家，而母亲丽莎听完斯科特的情况后，递给他一只杯子，要求他打碎。丽莎只希望斯科特能明白，是人都会犯错，可杯子碎了无法复原，但人不一样，人不会被错误定义，真正重要的是你该如何去弥补错误。母亲的话如同黑暗里的一束光，让斯科特混沌的内心有了一丝清明。他开始尝试重拾生活的方向，尝试做出改变。过去的斯科特总嫌特蕾莎去教堂是浪费时间，可如今的他会积极参加教堂的互助会，在牧师的带领下寻求内心的真善美。尽管斯科特还是不能走进家门，但他不再觉得带孩子是个麻烦事，而是会专门抽时间陪他们尽情出去玩耍，好让下班回来的特蕾莎有时间去好好休息。与此同时，劳莉也在劝说姐姐原谅斯科特，拜那个不负责任的父亲所赐。他们都知道一个糟糕的父亲该是什么样子，遇到困难就只会逃避。但斯科特不一样，他犯了错，他搞砸了一切，可他还留在这里，努力纠正以前的错误。所以真的要狠心分开吗？尽管特蕾莎还是没松口让斯科特回来，但他思来想去，还是决定给斯科特一个机会，看他的这次改变究竟能达到什么地步。就在这时，学校那边传来了消息，一向老实的罗根竟与泰勒动起了手。导火索是泰勒抢走了罗根的滑板，那是爸妈送给他的圣诞礼物，而真正的原因是洛根想为哥哥出一口气。可一直还处于休学状态的奥斯汀，在得知弟弟为自己动手后，却不认可他的行为。奥斯汀并不是傻子，他知道泰勒不喜欢自己，但奥斯汀不在意，因为他知道那只是泰勒为了掩盖悲伤的把戏。他的父亲在坐牢，他的母亲生了重病，泰勒一家甚至连个圣诞节都过不了。奥斯汀便想通过自己来温暖他那颗受伤的心灵。哥哥的善良让洛根改变了主意，他将那块滑板送给了泰勒，因为他想补给泰勒一个美好的圣诞节，想像哥哥一样去帮助更多的人。而泰勒看着眼前的这块滑板，总是桀骜不驯的他，第一次眼里闪烁起了泪花。但奥斯汀总是待在家里也不是个办法，特蕾莎正忙着找新学校，校长突然将他和斯科特一起喊去了学校。校长拿出了一份请愿书，告诉二人学校里几乎所有孩子都签了名，请求自己不要开除奥斯汀，因为每个人都很想念这个如小太阳一般活力满满的奥斯汀，所以他还有什么理由不留下奥斯汀呢？而这份请愿书的发起者正就是泰勒，他在人群中看着回归的奥斯汀，再也掩饰不住满心欢喜，与洛根又蹦又跳起来。眨眼间，距离斯科特离家已经过去了2个月，他不仅一滴酒没再沾过，同时也渐渐意识到曾经对于梦想的执着，让他在日复一日的忙碌中逐渐迷失了自我。他变得不知足，时常怨天尤人，却忽略了身边那些真正珍贵重要的人和事，那就是他的妻子，他的孩子。幸福并非建立在遥不可及的梦想之上，其实它就藏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，藏在与家人共度的每一个平凡而温暖的瞬间里。而就在这天，特蕾莎将斯科特喊回了家里。丈夫遭遇了生活的困境，崩溃过，迷茫过，但从没有离开过。相反的，斯科特以为这个家牺牲了太多，金钱、时间、梦想他都不要了，所以还是去陪奥斯汀参加露营去吧。你是一个好父亲，孩子们都很想念你。斯科特与奥斯汀度过了一个完美的露营周，而等到活动结束回家时，奥斯汀主动握住了斯科特的手。有哪个10几岁的男孩还会牵着父亲的手？斯科特握住儿子伸来的手，瞬间心中只有一个感觉，那就是感激。奥斯汀从不需要被治疗，相反，大家都需要他来治愈。第二天，一家4口人共同去餐馆吃饭，而奥斯汀只是尝了一口草莓奶昔，便大喊这就是最美味的奶昔。在他的世界里，骨折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而追寻一杯美味的草莓奶昔，或许就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。全编完。哦，对了，如果喜欢阿月讲的这个故事的话，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哦，让我们每晚在光影23室相互陪伴。He didn't need me to fix him.
I needed him to fix me. 坚不可摧的男孩是2025年美国剧情片，影片改编自真实故事。斯科特至今已与特蕾莎携手相伴了27年。25岁的洛根则顺利读完了大学，如今已成为了一名老师。泰勒仍是他最好的朋友。至于奥斯汀，他考取了烹饪资格证，如今每天都在做着好吃的草莓奶昔。生活从来不应该被别人定义，他们的眼中看到的从来都是你复杂生活当中的一面，这一面可以是好，也可以是坏，但是无论好坏，那都是你自己的生活。我记得我父亲曾经哭着跟我说，他也是第一次当父亲，也不知道该如何做好一个爸爸，毕竟他的爸爸在他小时候1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我经历了很多事情，大多数事情上我总会为他人考虑，不在乎得失，更不在乎金钱等方面斤斤计较。因为我曾经经历过低谷，那个时候帮助我的人我都记得，我记得那份善意的力量，我记得在那灯红酒绿的陌生城市中，一份温情有多么难得。很多人说我傻，很多人会想尽办法占便宜，这些我都知道，却从没有说什么，因为我相信冥冥之中一切都有意义，凡事发生于我身，必有利于我，这些都是修行，这些都是好的。我那陌生的朋友，请你好好的努力走下去，生活就是一面镜子，照亮的从来都是你的心，一切都会好的，相信我。如果你喜欢我讲述的故事，可以点击观看光影230的播客列表，这里面分类整理了阿月讲述的近500部电影故事，总有一款适合陪伴您进入甜蜜的梦乡。当然也不要忘了订阅光影230，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查看我的最新视频。